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当一个国家选择用自己75%的经济基础去换一张5%的空头支票时，你知道这已经不是一场理性的国策，而是情绪驱动下用整个国运下注的一场疯狂豪赌。1月16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共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正式确立了加拿大和中共要建立一个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面对习近平，卡尼还表示要和中共一起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多数媒体只是报道了中加两国在贸易方面的几条协议内容，同时强调是川普对加拿大的态度把加拿大推入中共的怀抱，都是川普的错。其实卡尼这次拜见习近平绝对不仅仅是签了那几条贸易协议，两国确立的这个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架涵盖了从贸易、经济、能源、环境到国家安全乃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一系列协议。深入剖析这些协议，你会惊诧于现任加拿大政府这步棋愚蠢的登峰造极。这不是加拿大在国际贸易中站队，协议中的一些不起眼的条款可能让北美自由贸易构架解体，甚至引发加拿大和美国近100年的军事合作机制破裂。如果加拿大不能及时调整，整个北美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将从此巨变。面对这批协议，中文媒体在欢呼双赢，两国政府在宣传优惠，但我把这些协议的细节和一系列官方数据做了交叉对比，残酷真相就展现出来了。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一揽子协议中，加拿大承诺每年对于从中国进口的头 4.9 万辆电动车，加拿大会把对这些电车的进口关税从100%降到6.1%。6.1% 是个什么概念？这个税率比加拿大目前征收的美国生产的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的关税还要低。5年后，享受这个6.1% 优惠关税的中国电动车数量会进一步增加到7万辆。作为回应，中共一方表示他们会把对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从目前惩罚性的84%降到15%，同时答应会减少目前中共对加拿大的龙虾、豌豆、螃蟹等产品的关税。在能源方面，中共和加拿大签了能源合作备忘录，涉及清洁能源、石油、天然气、油贸易等。在金融上，双方续签了20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在农业上，双方表示会加强食品安全合作。听起来很诱人，但这些中共开出的优惠条件对加拿大整体经济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加拿大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极高，外贸总额占加拿大 GDP 的67%，远高于美国的25%。但是在加拿大的贸易中，美国是绝对的主角。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加拿大76%的商品出口去了美国，而出口到中国的只占大约5%，两者之间是15倍的天壤之别。2024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约430亿美元，对加拿大的 GDP 的贡献是19%，而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只有25亿，对加拿大的 GDP 贡献不到1%。因此，如果失去美国市场，加拿大经济会瘫痪，但是就是全部失去中共国的市场，对加拿大经济的整体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进一步审视加拿大关键出口领域的对外依赖度，也可以看见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极深。在能源领域，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占到了该类出口总额的90%以上。在汽车产业方面，北美供应链高度一体化，生产一辆汽车零部件往往需要在两国边境往返7到8次。数据显示，加拿大85%的汽车产品销往美国，而销往中国的仅占5%。一旦美国阻断进口，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福特及通用工厂将面临立刻停产的危机。此外，在机械设备和金属矿产等领域，加拿大也呈现出类似的格局，极度依赖美国市场，而来自中国的需求则显得微乎其微。
目前加拿大政府和媒体反复强调，这份协议可能给加拿大带来潜在的40亿加元的中国油菜籽市场的恢复。但是多数媒体回避讨论的是，两国的这些协议可能引发的对加拿大经济的潜在风险。如果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目前的自由贸易协议因此而崩盘，那对加拿大 GDP 的损失将会是休克性的。和美国、中共玩的是大豆外交，和加拿大、中共一直在玩油菜籽外交。2018年孟晚舟事件后，中共就立刻以检查到害虫为借口，暂停了2家加拿大公司的油菜籽出口许可证，造成加拿大对中国的油菜籽出口从2018年的28亿加元暴跌到2019年的8亿加元。2024年，因为加拿大和美国联合提高了对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中共只敢欺负加拿大，宣布对加拿大多项农业产品加征100%的关税，立刻造成加拿大农业出口下降了10%。很多人和媒体对川普在全球挥舞关税大棒恨之入骨，骂声不绝。但同样一群人对于中共常年如一日的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来达到他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的这样做法，却展现出极度的宽容和健忘。澳大利亚在2020年到2021年，仅仅因为提出希望国际能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就被中共实施了一系列的贸易封锁。在煤炭、葡萄酒、大麦方面的禁令，让澳大利亚损失了200亿澳元。立陶宛在2021年就是因为为台湾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中共全面贸易封锁。2017年，韩国仅仅因为在人家自己的国家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就遭到中共从旅游到文化产业方面的全面报复。无数次的教训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共承诺从来不是契约，从来都是随时可以忘记的历史文件。尽管如此，加拿大卡尼政府却还是决定要和中共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什么？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是去年帮助加拿大总理卡尼赢得大选的关键政治人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卡尼在和中共签署的有关大幅度降低中国纯电车进口关税这个事情上，从来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加拿大的主要汽车工业都在安大略省。目前加拿大汽车业直接雇佣12.5万人，间接支撑超过50万人的就业，这些就业主要都在安大略省。对中共的电车开放加拿大市场，这对加拿大的经济，特别是安大略省的经济，将是灾难性的。有人可能会说，协议中加拿大只是对头49000辆中国电车适用6.1%的优惠低关税。这49000辆电车只是加拿大每年购买的新车销量的3%，就是在整个加拿大的纯电车市场，这个数字也只占20%，根本不会对加拿大汽车市场形成什么巨大的冲击。但是自古在登陆作战中都有一个桥头堡的概念，攻下敌方的桥头堡，从占领的土地面积的角度上看，通常比例都是非常小的，但是它的战略意义却往往是转折性和历史性的。中共过剩的电车产能在出海和攻陷世界不同地区时，几乎总是利用这种桥头堡战术开始。中共的桥头堡战术通常有3部曲。第一步，利用低价倾销，利用这一点开始在一个地区建立市场、销售等基础网络，作为未来扩展的立足点。那么第二步，通过游说当地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扩大配额，实现蚕食市场。那么第三步，通过垄断供应链，达到控制产业命脉。这些协议带给加拿大的未来，不是一条新路，而是那条正在把欧洲工业送进坟场的老路。根据最新中共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共贸易顺差达到1.2万亿美元，创人类历史纪录。这个数字是相当于沙特阿拉伯的整个国家 GDP。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的标题却是中国贸易顺差飙升至历史纪录的1.2万亿美元，川普关税政策收效甚微。如果只看这个标题的人得到的印象是中共再次战胜了川普，
但是这个标题是极端误导性的。川普关税只是针对中国到美国的出口商品，而因为川普的关税，中国到美国出口的比例真的是在下降，所以川普的关税政策是有效的。那么中共去年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到 1.2 万亿美元，增量主要来自美国以外的哪些地区呢？一个主要的增量就来自中共对欧洲市场的贸易顺差，尤其是在欧洲的汽车，特别是电动车领域的出口快速增长。2025年11月，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 13%， 创历史新高。英国市场尤其惨烈，2025年前11个月，英国售出的每10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汽车品牌在英国销售达到19万辆，是去年同期的2倍。西班牙、挪威也是类似情况。这些数据背后是欧洲本土汽车业的哀鸣。中共电车凭借国家补贴，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欧洲车企根本无法竞争。大众、雷诺、标致这些百年品牌市场份额被蚕食，工厂裁员，供应链崩溃。目前个别开始清醒的欧盟官员提议放弃欧盟决定到2035年禁止销售燃油车的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设定的希望把欧洲汽车市场从燃油车向电车转型的一系列所谓绿色新政，结果是把欧洲的汽车市场的果实完全让中共给摘走了。这不是公平竞争，这是中共在用国家力量碾压世界市场规则。历史和现实中从不缺少教训，缺少的只是愿意睁眼看教训的人。加拿大这次协议中的有关电车的政策几乎就是在重复欧洲的错误。协议表示，目前是每年 4.9 万辆的中国电车配额，但是这个配额很快就会增加到7万辆。一旦中共电车在加拿大开始形成规模，进一步扩张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一旦打开缺口，配额就只会不断扩大。为什么？前面提到，中共攻陷一个地区的第3步是对供应链的垄断。目前中共已经掌握了全球 80% 以上的锂电池产能， 90% 以上的稀土加工， 85% 的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当世界更多的车企在竞争中倒闭，整个世界电车乃至汽车市场将会更加依赖中共的供应链。到那时，各国有关关税配额的概念都将失去意义，因为你已经没有本土产业可保护了。就好比把关税政策用到极致的川普，他也不敢对中共的稀土产品增加关税，甚至在中共用稀土出口作为谈判武器后，还不得不在其他对中共的关税问题上做出让步。这就是产业链命脉的关键。卡尼以为他和中共谈的是一个风险可控的限额协议，但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这是在帮助中共控制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通道上又往前推了中共一把。如果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协议中给未来设定的7万辆不是上限，那只可能是下一个起点。加拿大政府目前决定在对中共的立场上180度大转弯，放弃和美国保持一致，而是选择和中共达成新战略伙伴关系。这就像一个人选择用自己的高级救生艇去换一块漂浮在大海的浮木，而那块浮木还掌握在一个世人皆知的从不守信的人手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性的决策，而完全是在犯傻玩命。加拿大和中共签署的这一揽子协议中，经济方面的愚蠢就已经够致命了，但是在文化领域的多项条款更加清晰地展现出加拿大政府自愿主动跳入中共文化陷阱的奇葩状态。双方签署的多项协议强调要以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作为双边关系的基础，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文化、教育、艺术、文化遗产和创意产业的全面合作，包括给两国的媒体合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给加拿大人到中国入境免签，方便加拿大人到中国旅游，支持团体旅游和增加中加之间的直航航班等等。签署的文件中有中加文化联合委员会谅解备忘录，
和中国媒体集团与加拿大目的地合作意向书等等，而且双方还声称要重启中加文化联合委员会。文化交流听起来很美好，但当对方是一个用防火墙封锁真相、用再教育营消灭信仰的独裁政权时，这种交流只会是单向的渗透。在过去20年，中共完成了一整套向世界展现自己所谓的文化软实力的政策和手段。通过各种所谓的文化交流，中共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全球叙事。比如，中共通过孔子学院这类项目，深入加拿大和世界其他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传播和宣传中共的意识形态。另外，加拿大情报机构的报告也显示，中共一直系统地在干涉加拿大的民主生活，包括控制加拿大的华裔社区，恐吓在加拿大的异议人士，甚至在过去2年连续参与干扰加拿大的选举等等。2018年孟晚舟事件后，中共立刻用莫须有的罪名扣押了2名在中国工作的加拿大人，用对这2个在押的加拿大人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方式，最终胁迫加拿大政府就范。随着对中共这些手段的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加拿大曾在2023年决定关闭部分在加拿大的孔子学院，理由是这些地方存在潜在的间谍风险。现在卡尼政府却通过这些协议对中共的文化入侵再次敞开大门。这不是在任加拿大政府天真无知，这是对中共文化输出的主动缴械。当你伸手要和狼握手时，狼看见的只是你伸出的喉咙。如果说加拿大卡尼政府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和中共签署的一系列协议还可能用愚蠢的自残来解释，那么他们和中共在国家安全领域签署的那些协议，就是在把加拿大和美国的这整盘棋推下悬崖。从表面文字看，中共和加拿大签署了多个协议，强调从今以后中加2国会加强在多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安全合作，包括加强执法合作，打击腐败，如电信诈骗、网络诈骗这样的跨国犯罪，还有非法合成毒品等等罪行。全世界都知道，长期困扰美国和加拿大的芬太尼毒品问题源头就在中国，而中共这边从来没有真正采取彻底有效的措施来控制芬太尼原料从中国流出，祸害世界。因为当芬太尼已经成为中共对付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谈判筹码时，芬太尼问题注定就会永远存在。中共怎么可能真的毁掉自己手中的这个关键筹码呢？和中共谈禁毒合作，就像和纵火犯签消防合同，你以为买的是保险，其实是在资助下一场大火。奇怪的是，在2025年加拿大大选时，卡尼本人还明确称中共是加拿大的最大安全威胁。为什么短短几个月后，中共就变成了加拿大的战略伙伴了呢？中共的法律，比如中共的国家安全法等，要求中国公民必须向中共提供一切所谓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当加拿大的执法人员与中共深化合作时，就很可能会暴露主权风险。协议虽承诺要遵守各自法律，但中共从来都不习惯按规则出牌。当你以为在和中共警察或情报机构在所谓的合作打击犯罪时，中共那边的人员可能已经开始在搜集你这边的情报，已经在渗透或威胁在加拿大的中国移民社区。历史上，美国和加拿大是高度耦合的2个国家。通过美加墨3国贸易协议，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高度耦合，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另外，通过五眼联盟、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 NORAD 这样的美加之间的双边军事合作机制，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防和情报系统也是高度耦合。再加上美国和加拿大的2国民主法治理念和人文背景的高度相似，2国在体育、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是高度的一致。但是如今，加拿大在和中共单方签署了这一系列协议后，单方面提出和中共在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加拿大政府的这个选择必然对美加联盟造成3重打击。
卡尼政府以为自己在下一盘制衡川普的棋，却没发现自己已经把整个棋盘推下了悬崖。第一重打击就直接针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可能让这个关键的自贸协议崩盘。目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众多商品交易还是被正生效的美加墨3国自由贸易协议保护。这个2020年生效的协议让美加墨3国货物跨境免关税，涵盖汽车、农业、能源等关键领域。协议要求每6年审查一次，因此今年7月就是第一次3国联合审查。根据审查的结果，美加墨3国可以选择继续延长这个协议，或选择修改，或选择退出这个协议。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选择要退出这个协议，这个国家必须提前6个月发出通知。为什么要6个月的通知？因为这个协议已经让美加墨这3国的经济高度整合了。单单在2025年，美加墨贸易的总额就超过了1.5万亿美元。美国是加拿大75%的出口的目的地，而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更重，是80%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如果哪个国家提出要退出，必须要给其他国家一个适应期。这6个月提前通知，是想给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经济进行相应调整的一个缓冲期。当然，这6个月根本就不足以让一个国家从经济上从这个协议框架中真正脱钩。这样的条款在设立时主要是一个理论上的选项，当时并不认为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去年，在川普和加拿大政府因为关税和其他敏感话题在打嘴仗的时，川普就提出过，说他在考虑是不是要在今年7月第一次3国审查这个协议时，美国选择退出这个3边协议，改成美国和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2个双边协议。当年美国和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北美3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共在制造业上的全球影响力。墨西哥在2025年主动制定法规，提高了对中共众多产品的关税，就是在积极配合美国的要求，阻挡中共通过绕道墨西哥来削减美国对中共商品进口关税的作用，也是为了减少美加墨3国对中共的产业链的过度依赖。但是现在加拿大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居然和中共单方面签署了这样一个新型战略合作关系，这样的一揽子协议。特别是加拿大大幅降低了对相当数量的中国产的电车的关税，这大概率会被川普团队解读为是加拿大在帮中共渗透北美供应链。事实上，川普政府的贸易代表已经在新闻上明确表示了不满，说加拿大和中共的这个协议非常愚蠢，而美国不会允许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中国产的电车进入美国国境。当有人就加拿大和中共签署的这些协议询问川普的态度时，川普的态度和回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川普没有大骂卡尼愚蠢，只是淡淡的说，如果加拿大能和中共达成协议，那他们就应该签。显然，川普似乎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加拿大和中共签署的这些协议清晰展现出加拿大对3国自由贸易协议本质的背叛，撬动了3国自由贸易协议的根基。加拿大自己会被看作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而让加拿大在和美国未来的谈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他给了川普政府足够的理由，让美国可以单方面宣布北美3国自由贸易协议作废，而选择只和墨西哥签署一个双边协议。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如果北美3国自由贸易协议崩盘，那对加拿大的经济打击将是灾难性的，同时和中共协议带来的经济好处连零头都不够补。加拿大和中共签署的这些协议对美加联盟的第2重打击，是他对川普最新的国家安全策略的直接挑战。去年12月，川普政府发布的最新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中，美国明确要求在西半球排除非西半球竞争者，就是直指中共和俄罗斯。策略还强调，美国把西半球包括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格陵兰岛视为美国的核心势力范围。如今加拿大
卡尼政府主动要和中共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就等于是在邀请中共进入加拿大文化安全领域，这是对川普新国安策略的赤裸裸的直接挑战。最近川普政府的一系列行动充分展现出他对美国确保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这个立场是极度严肃的。美国对委内瑞拉重兵压境，出险招抓捕马杜罗，让委内瑞拉在一夜变天，就是一个表现。另外，川普不顾一切国内外盟友的反对，全面对丹麦和格陵兰地方政府施压，用赎买和威胁交替的方式要拿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川普如此执着格陵兰岛的一个借口就是，如果美国不拿下格陵兰岛，未来格陵兰岛就会落入中共的手里。现在加拿大主动降低中国电车关税，吸引中共投资，让中共渗透北美的关键制造业供应链，把中共引入加拿大，引入美国的卧榻之边，这是直接挑战美国的排除外国势力的这种国安目标，是对川普最关键的国安策略的蔑视。你让川普对此如何忍？对美加联盟的第三重打击可能会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双边的军事合作出现裂缝，包括对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运作的负面影响。美加 NORI 的军事合作模式是一个有着75年历史的铁板联盟。通过这个合作机制，美加军方共享情报、雷达、指挥系统。加拿大和中共建立的这种新型联盟，特别是协议中在所谓的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及各种情报方面的共享条款，虽然目前的条款涉及的主要只是常规犯罪方面的合作，但是如果加拿大政府和中共走得这么近，这本身就难免让美国政府开始怀疑，未来和加拿大政府共享情报是否还是安全可靠的。如果美国认为加拿大已经成为中共渗透的一个薄弱环节，美国自然会在五眼联盟、北约等领域边缘化加拿大。目前加拿大的国防开支仅占加拿大 GDP 的 1.4%， 远低于北约要求的投入本国 GDP 2% 的目标。这个现实已经让加拿大被美国批评是搭美国国防顺风车，长期占美国的便宜。如果加拿大未来持续和中共越走越近，川普一定会老账新账一起算，关税、军事重组，甚至威胁吞并等等，都可能成为川普对加拿大施压的手段。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从此将走上一条不归路。加拿大总理卡尼秉持左派意识形态，和川普的右派意识形态直接冲突，再加上过去1年川普对加拿大在关税和其他方面的强硬态度，我完全可以理解卡尼对川普极度厌恶的心态。但任何人放纵，让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大脑，那都是非常危险的。加拿大卡尼政府决定和中共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绝对不是在给自己和川普谈判准备筹码，更像是一个理智不清的女孩，因为和自己家人赌气，而选择把自己嫁给一个虐妻狂魔。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卡尼不傻，他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答案在于这类左派政客的意识形态盲区，他们自身缺乏稳定的原则，更缺乏为原则放弃短期利益的勇气。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这世间的一切问题都能够靠对话和接触来改变，包括集权体制。而他们对集权体制本质的认识又是极其浅薄的。结果就是加拿大的卡尼政府居然选择用加拿大75%的经济基石去换取中共承诺的5%的空中幻象，这样做的后果却可能让加拿大为此付出几代人的代价。好，今天杰森视角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